万科要出事了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那个曾经被称为宇宙第一房企，撑起无数中产家庭梦的万科，现在正被巨额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。这个消息在业内并不是空穴来风，彭博已经确认，万科正在跟境内主要债权人谈判，希望能把数百亿非公开债务的利率从 4.3% 硬生生压到 3%。看似只是区1个百分点的差距，但对一个年负债近万亿的巨兽来说，这就是生与死的博弈。要知道，截至2024年第3季度末，万科账面负债高达9828亿元人民币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接近一个中小省份一年的财政收入。2025年上半年，他虽然咬牙挺过了最紧迫的公开债务偿还，但根本问题依旧没有缓解，债务雪球还在滚，资金链随时可能断裂。更扎心的是，今年上半年，万科的业绩已经写满了绝望2个字，亏损117亿元。房子只能靠以价换量，卖一套赔一套，几乎贴着成本线在挣扎。储备的土地大幅贬值，账上原来值100亿的项目，现在市场上也许只值70亿。很多人可能还抱着幻想，万科背后不是有深圳地铁这个白衣骑士吗？没错，深铁已经借了260亿给万科。可问题是，万科的造血能力实在太差了，就像一个失血过多的病人，不管输入多少血液，都在往外流。业内甚至传出，万科现在连利息都快付不出来了。之前听到这个传言，我还半信半疑。可就在几天前，彭博的报道让这条传言瞬间坐实，万科确实在和债权人谈判。谈判结果如果失败，意味着什么？很简单，债券继续暴跌，股价继续狂泻，销售陷入死循环，最后的路只有一条：违约。事实上，这个新闻一出，万科的美元债就立刻下跌。资本市场比任何人都要诚实。更惊悚的是，今年7月就有传言，万科已经向多家国内主要银行提交了延期10年还款的提案。什么叫延期10年？这几乎等于告诉市场，我没能力了，你们别逼我。可惜，银行并不好糊弄，部分银行仍在评估，有的银行甚至直言，没有监管层明确表态，不会接受这个展期计划。换句话说，万科的命还得看上面愿不愿意点头，数字从来不会撒谎。截至2025年6月，万科总有息负债3640亿元，其中 43%约1565亿元将在1年内到期。一边是偿债高峰压顶，一边是销售额腰斩。2025年1至8月，万科累计权益销售额约920亿元，同比下降近 48%， 这个跌幅远远高于行业均值。结果就是资金回笼不够，债务还不上，亏损持续扩大。上半年，万科亏损 119.47 亿元，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26.23% 至 1053.23 亿元。有人可能会说，亏损也不算啥，等市场回暖就好了。可问题是，现在的市场根本没有回暖的迹象，卖房已经不是低利润，而是无利润。很多项目几乎是贴着成本价在卖，甚至低于成本价甩货，卖得越多，亏得越惨。这就像一个笑话，企业辛辛苦苦做销售，最后发现越忙碌，亏得越大。为了自救，万科不得不卖掉那些还能下金蛋的资产，长租公寓、物流仓储、商业运营。要知道，2024年万科的长租公寓管理规模已经达到26万间，物流营收也有40亿元。这些原本是未来能带来稳定现金流的业务，可为了还债，万科只能忍痛割爱。但问题是，急售的结果往往就是贱卖，买家趁火打劫，拼命压价，成交价远低于账面价值。万科想通过卖资产回血，结果发现
越卖越亏，连骨头都被人啃走。申铁虽然在背后不断输血，可谁能保证这个白衣骑士还能掏出多少真金白银？万科的债务已经像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。其实，万科不是孤立，而是整个行业的缩影。2025年，房企到期债务规模超过5300亿元，其中第三季度就是偿债高峰，规模高达1579亿元。与此同时，融资渠道越来越窄，有的房企重新尝试发美元债，但利率高的触目惊心，绿城中国 8.45%， 新城发展 11.88%。相比之下，国内融资利率只有 2.71%。这利差谁都知道哪里借钱划算，但问题是民营房企在国内发债几乎被堵死。2025年上半年，房企债券融资总额同比下降 20%， 新增融资中，央国企占比高达 86%， 民营房企基本被边缘化。监管层的态度也已经很清楚，保交付是政治底线，但救房企不在优先级里。银行自己都面临盈利压力，怎么可能还去当接盘侠？于是大家都只能靠自救。可是去库存根本没有利润空间，减债务更是奢谈。万科这类巨头尚且走到绝境，其他房企又能好到哪里去？更冷酷的是，这场危机已经不再是周期性，而是结构性转折。人口下降，收入停滞，意味着房地产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。房地产不是睡一觉就能醒过来的病，而是被判了死刑。万科的危机不只是一个企业的困境，更是无数中产家庭的噩梦。在过去20年里，多少家庭把买万科的房子当成稳妥的投资、体面的象征？父母省吃俭用，年轻人背上几十年的房贷，只为了那一套房子。那时候，大家相信万科的房子不会出问题。可如今呢？万科自己都快要出问题了。房企巨头尚且撑不住，中产背负的房贷，谁来兜底？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了 24.7%。这意味着市场已经彻底冷了。买房的人越来越少，卖房的人越来越多，结果就是房价不涨，甚至开始实实在在的下跌。更残酷的是，很多家庭背负的贷款远高于房子当前的市值。用一个赤裸裸的词来形容，负资产。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打击，更是心理上的崩塌。中产的安稳生活寄托在房地产上，一旦房价失守，整个阶层的安全感都会碎裂。万科在跟银行谈判延期还款，普通家庭呢？根据央行数据，截至2025年6月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高达38万亿元。与此同时，断供案例在各地频繁出现，有人宁愿弃房，也不想再背着无底洞般的贷款。一个企业的断供可以靠谈判，靠展期，靠白衣骑士。可普通人呢？你没资格谈判。银行不会跟你说10年展期，他们只会告诉你逾期了，起诉。这就是现实的残酷。整个房地产行业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寒冬，而是进入了 ICU。中国房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百强房企销售额同比下降 31%， 这是全行业的断崖式下跌。销售下滑，资金回不来，债务还不上，资产被贱卖，最后走向破产重组。这就是一条清晰到不能再清晰的死亡曲线。曾经高高在上的房企们，如今一个个像 ICU 里的病人，靠着呼吸机维持。只不过有的病人还能撑几个月，有的可能随时心跳骤停。房地产不仅是一个行业，更是整个经济的支柱。数据显示，房地产相关产业链占中国 GDP 的比重增高达 25%至 30%。这意味着一旦房地产崩塌，
几乎所有行业都会被拖下水。建筑工人失业，钢材、水泥需求下降，家电、装修、建材企业全线萎缩，地方财政更是雪上加霜。别忘了，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腰斩。2024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3.35万亿元，较2020年的高点几乎减半。2025年上半年，地方卖地收入继续下降，超过20%。没有卖地的钱，政府靠什么发工资、修基建？房地产的震荡已经通过失业、财政赤字、消费萎缩，渗透到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更关键的问题是，谁还敢买房？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结婚登记人数只有304万对，创下近40年来新低。人口下降，结婚减少，出生率断崖，这意味着房地产的需求端在长期萎缩。年轻人看得更清楚，买房不再是财富的积累，而是负债的枷锁。于是，楼市进入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。买的人少，房价跌，房企卖不动，资金链断裂，破产重组，市场信心更差，买的人更少。这个循环正把整个行业一点点拖向深渊。万科能不能撑下去？这是一个问题。但更大的问题是，即便万科撑下去，中国的房地产还能撑多久？数据摆在那里。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43%，70个大中城市中，超过50个城市房价环比下跌，居民购房意愿指数降至近10年最低点。房地产这块压舱石正在坍塌，而替代者迟迟没有出现。所谓的新经济、新产业，还远远没有足够的体量去接替房地产的作用。所以，万科不是孤立的危机，而是整个中国经济结构的警钟。当万科这样的大船都开始进水，其他小船能有几分活路？中国房地产的时代真的结束了。